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你点赞订阅。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一、中国要退役第一艘航母辽宁号，俄媒称必须卖给俄罗斯；二、2艘9万吨航母开工，美国暴怒，谁泄露了技术？世界谣言千万，大家分辨信息时还是需要仔细注意了。近日，国际社会上就出了这么一则谣言，还牵扯了中国的辽宁号。其实这件事儿说来也很诡异，就能够追溯的最开始报道这件事儿的是英国的一家媒体，表示中国有意考虑为其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做一个进一步的命运抉择，而抉择的具体内容就是，如果退役了这艘航母将会出售给谁？当然，英国媒体给出了2个选择，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俄罗斯。好家伙，如此离谱的谣言也能编得出来？敢问一句，难道是学 BBC？必须率先声明的是，这显然就是一则假新闻。要知道，我国辽宁号才服役9年时间，距离30年服役也不过才过不到1/3，明显是正当壮年。而且再加上我国海军的航母数量根本就不够用，远远达不到最佳的理想状态，因此根本就不会考虑在这个时候出售辽宁号。编这个话的人着实有点欠缺思考。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单就是英国媒体造谣也就算了，偏偏随后俄罗斯媒体还接了话，对如果中国退役了辽宁号航母会出售给印度还是俄罗斯这个问题接了话，并且认真地分析了一大堆，然后表示出售给俄罗斯的可能性更大。在这里我们稍微提炼几点。其一，俄媒认为辽宁号最后是会退役的，因为中国几年前就说过未来会替换掉这艘航母这样的话，因此这艘航母会被出售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很大可能不会售卖给印度，因为印度需要航母是为了遏制中国海军，并且还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其二，俄罗斯为什么是最终的选择？俄媒认为，首先辽宁号原身瓦良格号母港就在俄罗斯，回来似乎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其次，辽宁号已经做好的准备，可以为俄罗斯做好很好的服务。例如，最近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领土冲突，这可以帮助俄罗斯代替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完成和日本自卫队的对抗。最后，俄媒还做了一个总结。对于中国是否真的会把这艘航母卖给俄罗斯这个问题，回答是的。俄媒认为俄罗斯自己也会建造一艘这样的航母，但是需要10到15年，并且需要一个适当的基础，就如同当初的中国一样。好家伙，原来俄罗斯打着这个主意呢。然而不得不说的是，中国即使要换航母，那也得等好多年之后，而且现在中国自己航母都不够，更何况这艘航母对于中国来说意义并不一样，也不一定会轻易出售。所以俄罗斯与其等待，不如直接找中国定制一艘，岂不是来得更快？日前，美国国会发表的一篇中国海军现代化的调查报告就已经提及了目前我国国产新型航母的技术水平和美国最先进的福特级航空母舰为同一级别的对手。美专家认为，中国新型国产航母最大的进步就是采用了新式的平直甲板和电磁弹射器，加上新型舰桥和远程有源相控阵预警雷达。除了舰载机数量和动力系统，其综合作战能力超越了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甚至可以和福特级航母相匹敌。而此次国产的新型航母采用电磁弹射器技术，虽然我国电磁弹射器相较于美国发展的算是很晚了，但是在马伟明少将团队的攻克下，我海军目前已经掌握了新型电磁弹射技术，而且发展迅速且顺利，不存在可靠性和其他方面的问题，甚至超越了美国。要知道，美国的电磁弹射虽然搞得早，但是技术问题不断。电磁弹射系统是由电力驱动的弹射系统，动力强劲，可以把满油满弹的重型舰载机以高速弹射出去。因此，国产新型航母的作战半径和打击能力将得到成指数的增长。不仅如此，电磁弹射会成倍的提高新型航母舰载战斗机的出勤率。据估计，出动全部60战机需要的时间仅在30-40分钟左右，这个效率无疑是彻底的超过了美国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所使用的蒸汽弹射系统。而且作为航母事态感知的关键探测设备，舰载空中预警机空警600也会登上新型国产航空母舰。空警600可以对550千米以外的目标进行探测，可大幅度提升航母对海空的探测能力。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军事专家
格外关注国产新型航母采用电磁弹射的原因。至于国产新型航母装备的战机，可能是歼 15B 的弹射型号作为一个过渡战机使用，先让飞行员熟悉一下弹射起飞的特性，然后再使用隐身战机。据传 FC-31隐形战机的舰载版本正在测试之中，未来会替换歼 15B 成为国产新型航母的绝对主力战斗机。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已经实战化部署的 F-35C隐形舰载战斗机。专家分析 F-35C 和 FC-31隐形战机的性能相差不大，因此两款飞机势均力敌。综合分析，中国的国产新型航母是目前最强的常规动力航空母舰，其作战能力完全可以和美国的福特级航母相媲美。当然，新型国产航母没有核动力也会限制其海上作战范围，但是整体仍然是瑕不掩瑜。因此，未来的中国航母必将是美国航空母舰最有力的强劲对手。对于现阶段的人民海军而言，8万吨级3电磁弹射航母是兼顾风险控制、作战效能、技术保鲜3方面要求的最优解。其强大的电磁弹射系统与长度充裕的舰载机回收区足以支持40到45吨级满载起飞重量的高性能超音速战斗机。载机数量与架次生成率能够满足正面怼翻帝国舰队的需求。2台飞机升降机完全够用，架次率与飞机升降机的数量位置没有1毛钱的关系。舷侧升降机在航空作业基本锁定在升起位置，在高海况环境下无法使用。每天参加飞行作业的就是预先摆在飞行甲板上的那几十架飞机，机库内的飞机处于维护保养状态。尼米兹级航母的飞机升降机在航空作业周期内主要用于运输武器弹药，我军航母的弹药消耗量远低于灯塔军航母，弹药运转体系也与灯塔军航母不同，飞机升降机不承担弹药运输任务。美国军事力量的建设在疫情的影响下可谓是受限不小，甚至美国海军都认为自家11艘核动力航母已经不能满足作战需求，不足以进行全球海上军事力量的部署，并称五角大楼应该增加航母数量。不论此番说辞是真的还是美海军讨要军费的理由，但美国方面却表示该国真的没有足够的资金让美海军继续挥霍。不过众所周知，美航母时常会被美国派遣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时时刻刻推行该国的霸权主义，并且为了推动自己的全球战略计划，五角大楼更是致力于以部署核动力航母的方式在全球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有专家表示，如果美国不考虑改变自己的战略计划，就算再给美国海军10艘航母也还是不够用。但是反观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俄罗斯，该国却只有1艘目前失去战斗力的航母。要是以美国的标准，俄罗斯的海上安全又该如何保御？要知道，俄罗斯目前拥有的唯一1艘常规动力航母库兹涅佐夫号还处于维修阶段，由于其此前频繁发生意外事故，以及服役年限过久还过度使用，最后不得不被送到维修厂。因此面对美国海军，俄罗斯多少会显得有些底气不足，尤其是在航母力量对抗悬殊的情况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俄罗斯经济近些年来得到好转，该国也重新拾起该国的航母事业。尽管与美国的差距在短时间内不能补足，但是俄罗斯航母事业的起步还是令其全国上下一片欢呼。按照俄罗斯军方的设想，俄罗斯海军将同时建造2艘9万吨的核动力航母，并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这2艘航母或许将在2026年左右交付。但是美国却指出一大关键问题，那就是谁在提供技术。要知道，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建造大型舰艇的能力就下降不少，不足以支撑其建造出核动力核航母。并且俄罗斯曾经也表示不会寻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帮助。那么技术到底从何而来？对此，俄罗斯也表示，该国的扎里夫造船厂完全可以完成航母建造。届时，俄罗斯若是成功拥有航母，那么不得不说，这才是美国真正的大敌。继美国海岸警备队爆出中国海军055万吨大驱编队挺进阿拉斯加，进入美国12海里后，美国媒体再次报道了山东号航母打击群
群出动，在南海远程监视美国航母战斗群。这是中国海军最新的反击美军自由航行动作，特别是利用中国强大的航母打击群，准备随时打击美国航母战斗群。美国媒体报道称，根据美国商业卫星图拍摄，中国海军山东号航母打击群在南海海域接近越南中部外海。同一时间，在中国海军山东号航母打击群西南方向，距离中国海军山东号航母打击群约480海里，美军卡尔文森号航舰在南海的纳土纳海域，这是中美航母相距的最近距离。中国海军辽宁号航母打击群距离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母仅相距560公里。当时美国媒体称，若擦枪走火，罗斯福号根本无法逃离南海，同时也明确了遭到了中国海军战舰的跟踪和监视。显然，中国海军正在全面出击，除了派遣055万吨大驱舰队进入到阿拉斯加海域美国12海里进行自由航行，还在南海出动山东号航母打击群反击美军航母挑衅。显然，中国海军全面出动，将有效地反击美军叫嚣要进行的自由航行，严重打击了美军的自信心，警告美国胆敢挑战中国的主权，必然将遭到猛烈的反击。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